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T 先生的菜地和蘑菇坊。最近我有好几个网友问我，现在剪桑葚还可以不可以？是不是太迟了一点？我前面有视频介绍说，桑葚修剪的最佳时间既不是在秋天，也不是冬天，也不是春天，最佳时间是在初夏，也就是5月份。刚刚收完桑葚果子之后。那大家看到我那个视频，也看到我这个修剪之后，桑葚硕果累累，所以就也想对自己的桑葚来动一下手术。当有的人可能看我那个视频，不是很及时现在才看到，所以因此就萌发了想法，那现在再剪是不是还可以？那今天就来回答这个问题。那首先我们看我这面前这个桑葚，我是在5月9号摘完果子之后进行了一个大的修剪，然后在6月8号，也就是1个月以后，又做了一些清理，再次的第2次修剪，这前面都有视频介绍欢迎大家回看。那现在是8月19号。已经是距我5月9号修剪之后了整整100天了，3个月10天。那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，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桑葚，然后再回答说你现在再来剪还可以不可以？是不是有点 too late？ 我们现在简单的看一下当时修剪的这个痕迹，这里一个大的，这个是一级组织哈，这个很粗的，这个是一级组织。当时在这里修剪之后，然后刺激它萌发，产生了很多分支。那这些分支是明年的结果子。那我们现在看这些分支已经都长成什么样了呢？我们换一个角度，因为这边有点逆光，我们来看看这个。像这个是修剪到2级组织上面去了。那也是同样也是长出了这些分支出来。那这些分支我们看现在最长的已经长了有将近有1米多长了，也就是有4、5尺吧。然后呢粗度呢，这个粗度都已经有直径也有不到1厘米，可能有0.7、0.8厘米这个样子。也就是说一个筷子的尺寸比一个筷子要稍微粗一点。那这样的尺寸，它现在随着这个秋天的到来，它已经是开始老化，为明年的作为明年的结果子做准备。所以这个是早期修剪的好处。那我们也借这个机会，今年是100天嘛，我们看看也可以借这个机会对这些桑葚再做一些简单的修理。假如说你跟我是同步修剪的话，现在也可以做这些动作。因为我们看这里面还有一些内糖枝，有些小枝、交叉枝是不要的，我们是可以把它清理。比方说像我面前的这枣枝子，它完全是混在这个树的内糖，这不可能是明年的结果枝，所以就把它从基部清掉。那这一个枝子也是同样的道理，也把它从基部清掉。总而言之是要保持这种内糖的通风、透光像这些枝子，这也许就是今年最后一次清理这些小枝子了。那包括像这个枝子，虽然长得很长，它已经有1米多长了，而且它的头已经长到外面去了。那我还是把它干掉。这个可能待会用大一点的剪子来剪，这个剪子有点，这个剪子是剪小枝条的。那这就差不多了。你看这个内糖现在又比刚才又空了很多。那现在我们就来说一说，假如说现在修剪，我们知道修剪的主要目的是刺激萌发它长新枝条。那假如现在修剪，它也会，当然今年这个到现在是8月20号、19号嘛，还有9月份、10月份，差不多有2个月的生长时间。
那剩下的长出的新枝条，能不能够作为明年的结果子？是不是 too late？ 我们先从道理上探讨一番哈。这个我刚才给大家看了，5月份修剪长的枝条，现在最粗的都已经比一个铅笔还要粗了。那最细的呢，像这种比较细的，也差不多就是一个 pencil size， 就是像铅笔那么粗。那假如说你现在修剪，它刺激它产的新芽、萌发的新枝子，我们主要看2个问题。第一，它在今年的霜冻之前这也跟你所在的位置有关系。你假如说你是在热带，我们这里是8B 区 8B。假如说你是更南部一点，你可能你的霜冻来得更晚一点，你也许可以。但是我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个原则，就是你修剪之后，你长的新枝条，一定是到霜冻之前，一定要是母枝化的，充分母枝化。什么意思呢？你看这个嫩的生长点，它是一种嫩绿色的。那假如说是母枝化的枝条呢，你看这个枝条一直到基部颜色都从上面是绿，到下面呢也还没有完全变成这种灰色、深灰色。相反，我们看这完全母枝化的这种枝条的颜色，就是这种灰色了。所以这个枝条也意思就是说它比较老化，然后比较抗冻。在霜冻的情况下，这些枝条不至于冻死，这是一个起码的要求。那第二点呢，就是这个枝条它要老化到一定的程度，能够进行花芽分化。花芽分化关键的目的，结果就是要明年它能结果子嘛，是吧？所以这个结果子不是明年结果子的时候它才开始花芽分化的，它是在今年就做了这个事情。所以你的枝条是不是能够足够老，它老到它能够进行花芽分化，要看这2点。归根到底是要看它明年结不结果子。那我们这是做理论上的探讨。我今天呢也想牺牲掉我一个上升的枝子，来给大家做一个试验。因为我在回答网友问题的时候，我说你不妨剪1、2枝做个试验，你不用全部剪，因为全部剪可能有危险。那你可以剪1、2个做个试验。那我这里的今天呢，也就来做这个事情。我这里有一棵，旁边还有一棵小的桑葚。那这个桑葚，是正在生长的初期。我们有打算说让它明年结多少果子，所以你看这个，长得很高的枝条。那现在呢，我可以来剪掉一个枝条去，牺牲掉一个枝条，我们看看，后面我们再来追踪这个效果。那具体我要剪的呢，就是这根枝条，就是这一根枝条。假如我们换一个角度看得更清晰的话，因为阳光在这边，这个树大概现在有3、5个主枝，我就把其中的一个主枝，我用了一个红线，在这里做一个记号，我准备把它剪掉，然后我们明年再来观察，看看刚才这种理论上是不是成立。从它上面，第一发不发新枝，第二发出来的新枝是不是足够老化，然后成为明年的结果子。因着这个枝条有点粗，我还是决定用锯子，避免造成这个这种树体的伤害。最后用小的剪枝剪把它稍微修理一下，因为锯子剪的是比较毛坯的嘛。小的剪枝剪把它稍微修整齐一点，方便它伤口愈合。好了，那这个就是我们做这个实验，我这上面也有记号。我们今年到大概9、10月份，我会大家跟进它生长情况怎么样。然后再到了明年，我们再看看它的结果的情况吧。这修剪之后的这一个枝条，后面呢
长新枝条的情况，还有明年结果的情况，我都会在这个视频底下的留言区置顶留言区分享，或者是在社区里面分享。有兴趣的朋友记得关注哟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里。